你敢杀警察吗？看好了，这群毒贩就敢，因为他们是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的手下。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屠杀，只要是有警察的地方，他就是毒贩要袭击的目标，哪怕是警察局也不例外。不光是警察局，就连街头巡逻的警察也难逃一死。这边正查着身份证呢，一个不注意就被毒贩给钻了空子，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更过分的是，毒贩们无处不在，他们竟然还玩起了背后偷袭。转眼间，数十名警察惨死街头，这就是来自巴勃罗的报复。而他自己则在家里悠闲地啃着苹果。巴勃罗曾说过一句话：在哥伦比亚，老子就是上帝。如果我要一个人当天死，那他绝对活不到第二天。没错，巴勃罗确实有嚣张的实力，但是他也有害怕的人。这个人就是搜捕队的上校卡里略。巴勃罗的表哥就死在了他的手上。卡里略的处事手段非常极端，如果不是死了这么多警察，总统根本不敢轻易用他。卡里略上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100多号人，浩浩荡荡地开始巡街。这是他送给巴勃罗的第一份见面礼，因为警察局门口都被安插了眼线，只要大部队经过路口，放哨的就会互相传递信息，将消息第一时间送到巴勃罗那里。这些眼线大都是青少年组成的，他们分布在各个屋顶房顶，用无线电对讲机来保持联系。待大部队巡回结束后，总部也差不多锁定了这些眼线的具体方位。这样一来，卡里略计策的第一步就成功了，而第二步就更简单了。为了宣示主权，向巴勃罗示威，卡里略来到他的画像前，请巴勃罗喝了一泡纯净矿泉水。这次警方一共锁定到了6个无线电信号，特意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行动，很快就将这群小崽子尽数抓捕。可没想到他们被抓后，居然还敢对警方叫嚣。卡里略提到前几天死了几十名警察的事情，可你瞧瞧这个小兔崽子咋回答的。这就是总统为什么不敢轻易用卡里略的原因了，因为这哥们讲究的是以暴制暴。为了抓到巴勃罗，卡里略可以不择手段，他可不管你是不是个孩子。这一枪开下去，其余5个少年都老实了。接着卡里略拿出1发子弹，亲手交给了其中年龄最小的孩子，让他转交给巴勃罗。看来卡里略是打算不死不休了呀。一顿爱的教育过后，小崽子们各回各家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少年果然找到了巴勃罗，将卡里略的所作所为以及那颗该死的子弹全转交给了巴勃罗。没想到巴勃罗听后不仅没有暴跳如雷，反而脑中闪过一个计划。他转头就找到记者，将警方枪杀少年的事情公开了，还稍稍添油加醋了一番，让整件事情听上去更加逼真。此事件一出，总统瞬间感觉到了压力。虽然舆论并不能改变他们制裁巴勃罗的决心，但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。可正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大不了开个发布会敷衍一下呗。总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喽。接下来卡里略做起事来没有了顾虑，他反而能大展拳脚了。这天，搜捕队又带人抄了巴勃罗的一家实验室，他们将这里的毒贩尽数杀光，只留下了2名小头目。接下来到了好看的审讯环节，但你绝对猜不到卡里略的审讯手段。他将2名毒贩带上直升机，然后逼问老大巴勃罗的下落，这样心平气和地问，他们当然不会老实交代了。但卡里略是什么人呀？不说是吧？那老子就送你体验一次免费的高空自由落体。另一名毒贩明显有些犹豫了，但他也知道出卖巴勃罗的下场会比这个还要惨。既然这么不识趣，行吧，那你也给老子下去吧。同样是警察，像卡里略这种人，你会喜欢他吗？接下来警方趁热打铁，又突袭了巴勃罗的2家实验室，不仅干掉了10几名毒贩，缴获的毒品更是数不胜数。但卡里略留着这些东西也没用，干脆一把火全给烧干净了。有了这一次成功的经验，警方在接下来的几次突袭中屡屡得手，缴获的枪支弹药和毒品钞票更是数不胜数。很快巴勃罗这边就有了压力，所以接下来他要反击了。巴勃罗新招募了一个没有案底的司机，本来想栽培一下他的，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偷偷联系上了前女友。2人想拿着巴勃罗的钱私奔，让前女友想办法勾上警察。因为他是司机嘛，所以巴勃罗的出行计划他最清楚。这天，巴勃罗正打算去财务拿钱，可司机扭头就将地址告诉了前女友，前女友又将消息告知警方。就这样，警察局通过监听卫星电话确定了是巴勃罗的声音，所以他们果断全军出击，准备提前对目标地点进行埋伏。路上甚至已经想好了抓到巴勃罗后该怎样庆祝。可下一秒就出事了，先是警车莫名其妙被炸飞，接着出现2辆大卡车，一前一后拦住了搜捕队的去路。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毒贩从4面8方朝他们射击。没错，他们上当了，上了巴勃罗的当。一场激战下来，警方全军覆没，卡里略也身中数枪，倒在了血泊当中。眼见搜捕队大势已去，这时候一辆车出现，来的正是大毒枭巴勃罗。他要亲眼看到卡里略死，他要为表哥报仇。你不是让一个孩子送给我颗子弹吗？现在老子亲手把它还给你。说着，巴勃罗就将子弹上膛，然后将枪对准卡里略的脑袋。
Gustavo. Hijo de puta. 巴勃罗对待敌人从来都不会手软，而就是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毒枭，竟然放过了一个女人。事后，巴勃罗亲自见到了司机的前女友，不仅没有杀他，反而给他了一大笔钱，感谢他给警方的通风报信。原来女人始终都被蒙在鼓里，这全是巴勃罗和司机演的一场戏。但很快，巴勃罗就会为自己的大意而买单了。那这又是啥情况呢？因为小女儿半夜睡觉被冻醒，男人竟随手点燃了100万纸钞，只为给心爱的妻子和女儿取暖。而这个把钞票当作废纸的男人，就是轰动全世界的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。但今天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，因为黑白两道正在同时追杀他，警察倒是不足为惧，关键是这伙名为巴勃罗受害者反抗组织的人，他们杀起人来更加心狠手辣，再加上有个别警察私下通风报信，这伙人很快就将巴勃罗的实验室以及财务室扫荡得七零八落，并且前前后后干掉了巴勃罗的多名贴身杀手。光杀掉还不解恨，他们每次都会将尸体挂在街头示威。这天，组织又收到内线消息，来追杀巴勃罗的一名手下，但却比警方晚了一步。警察早已在周边设下关卡查车，这伙人本不想惹是生非，却不料遇上个菜鸟警察。这是他第一天上班查身份证，竟不小心惹上了一帮狠人。你小子不是要看身份证吗？那老子就给你看，可你倒是把枪拿好了呀。Vos me apuntas a mí con una pistola, hijo de puta. 虽然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抓捕巴勃罗，可他们毕竟不是一个道上的人呀。幸亏中间人哈维出现的及时，他赶快帮忙打圆场，这才避免了一场检查站火拼。但是两边也错过了抓人的最佳时机。巴勃罗的手下察觉事情不对，逃走了。随后巴勃罗召集了所有小弟，他知道这样下去早晚会被那2伙人干掉，所以巴勃罗准备先下手为强。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，自己还没动手呢，竟差点被自己的老妈给害死。本来巴勃罗为了躲避追杀，躲在了深山老林之中，结果老太太总嫌待着太无聊，偷偷强迫一名小弟带他去教堂散心。老太太自己是玩嗨了，却没想到回去时已经被人给盯上了。老太太理直气壮地回到住处，给儿子和儿媳妇都担心死了。巴勃罗早就交代所有人不得与外界联系，不能私自离开这里，但老太太一口一个根本没事儿，埋怨所有人都在大惊小怪。结果下一秒敌人的子弹就飞进了屋里，即使巴勃罗早就做好了撤离的准备，可架不住老妈的拖后腿啊！一场激战下来，巴勃罗的手下死了大半，连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于此。最后总算逃到车上准备跑路，结果大舅哥跑得慢了一步，死在了敌人的枪下。巴勃罗媳妇看到后哭得死去活来，估计他心里早已经恨死了老婆婆。虽然巴勃罗又逃过了一劫，但通过这次的教训，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也许是时候该送家人离开了。只有这样，巴勃罗才能彻底放手大干一场。他同时预订了8趟航班的机票，只为能让妻儿老小安全离开。他最后依依不舍地向家人告别，然后派人送他们去了机场。按理来说，巴勃罗的家人有权离开哥伦比亚，政府没有理由阻拦他们。可是巴勃罗还是太天真了。总统在得知这条消息后，立刻以保护性监禁的手段，秘密将他的家人囚禁在了一个酒店当中。当巴勃罗得知这件事后，勃然大怒。接下来他干了这辈子最错误的事情。巴勃罗让手下制作了一个超大号的汽车炸弹，然后趁着夜深人静，将车停在了市中心，离总统办公的大楼很近很近。白天这里人来人往，任谁也不会想到，身边竟然放着一个220磅的 C4 炸弹。汽车炸弹的威力堪比 F-16战斗机上的导弹，这一场爆炸下来死伤无数。巴勃罗先前靠给穷人散财积累的威望，也随着这场爆炸彻底烟消云散。现在的巴勃罗在所有老百姓心中，完全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当然了，这也意味着他用爆炸威胁总统释放家人的手段失败了。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屈服的。但不得不说，巴勃罗对待家人是真的上心。其实这个时候，他完全可以抛下老妈和妻儿子女，独自带着剩下的钱，逃到国外舒舒服服的过完下半辈子。但巴勃罗没有这样干。他派手下冒险来到家人被囚禁的酒店楼下，迫切想知道他们是否安全。可是这么高的大楼，他哪里看得到人呢？但为了让老大能够安心，男人撒了一个谎，他说看到了大嫂站在窗前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让老大不必担心。巴勃罗听后很开心，这或许是他目前唯一感觉到欣慰的事情了。巴勃罗真心地向手下说了声谢谢，有这么忠心的小弟也难得了。但电话刚挂断，男人就被警方给抓了个现行。到了警察局，就算再忠心的手下也老实了，更何况他的身上还有那场大爆炸的火药残留物。警方随便给他安个罪名，这小子的下场都是死。不得不说，男人还是比较忠诚的。他虽然没有交代巴勃罗的藏身地点，但却供出了巴勃罗另外一名手下的电话号码。接下来警方只要对其追踪，大概率就能顺势找到巴勃罗了。而这个时候，巴勃罗也没闲着，他为了能够得知家人的消息，用出了浑身解数。巴勃罗找到之前相好的媒体记者，请他以采访为由接近自己的家人，然后将无线电设备藏在采访设备箱中。这里面除了无线电话和密码表，还有一些钱。这已经是巴勃罗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。不出意外，很快巴勃罗就和妻子通上了电话。
电话，他悬着的心也总算落地。但有人欢喜有人愁，没想到第二天酒店楼下就凭空出现一辆车，车上3名媒体记者全部丧命，死的一个比一个惨。他们正是昨天来酒店采访的3位记者。看来巴勃罗反抗者组织是打算赶尽杀绝啊！巴勃罗得知这件事后大发雷霆，他要拿出所有的钱，召集所有能用的手下，准备打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。毒贩偷偷来金库给老大取钱，没想到刚一转头，竟然被同伴开枪给崩了。好一个黑吃黑呀！但是看好了，既然做了就要把事情做绝。奇卡在干掉2名阻碍后，私吞了老大仅剩的钱。可就当他准备拿着钱跑路时，却被追踪已久的警察给盯上了。双方在巷子里好一通追逐，最后警方胜在了人多，总算将奇卡给活捉了。这小子可是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的头号杀手，死在他手上的人命没有1000也有200，但是人都怕死，毒贩也不例外。奇卡想都没想就答应转做警方的线人，只求下半辈子能被关在本土的监狱里服刑。接着奇卡拨通了老大的电话，试图套出老大的具体位置，可是巴勃罗的心眼子多呀！他听出奇卡说话的语气与平时不同，故意回答说马上快到集合点了。原来今天是巴勃罗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场战斗，他花光所有积蓄，召集全部能用的小弟，只为了能与政府以及竞争对手死战一场，却没想到被奇卡这个叛徒给出卖了。警方将集合点包围的里3层外3层，只要巴勃罗敢出现，他绝对必死无疑。随着时间的1分1秒流逝，巴勃罗竟始终都没有现身，警方这才意识到又被他给逃了。既然是这样，下面的毒贩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。这完全就是一场碾压式的枪战，警察们就相当于拿火把子练枪了。而此刻的巴勃罗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农场，农场主礼貌地出来迎接。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巴勃罗的亲生父亲。虽然父子俩关系不怎么好，但巴勃罗眼下只能躲在这里避难了。他的身边也只剩下1名比较忠诚的小弟。农场的生活既枯燥又无聊，巴勃罗每天只能靠干活来打发时间。就这样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个月，巴勃罗也从霸气毒枭变成了油腻大叔。在这期间，巴勃罗每天都会用无线电联系被政府监禁的家人，但深山老林当中根本就没有信号。这天，巴勃罗正和父亲坐在家中刷综艺节目，突然电视里插播一条通缉自己的悬赏令，赏金已经高达27亿比索。巴勃罗此刻非常想知道父亲到底会不会出卖自己。第二天，老爷子正在杀猪，巴勃罗就想来探一探他的口风，没想到老爷子让他来搭把手，结果一刀下去，猪血喷在了巴勃罗的身上。没想到一个杀人如麻的大毒枭，此刻竟然被猪血给吓坏了。老爷子嘲笑他是个胆小鬼，你难道想在这里躲一辈子吗？好吧，既然话说开了，巴勃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这里了。他转头让手下约翰去一个地方，这里埋藏着一箱钞票，是巴勃罗多年前为自己准备的退路。可是由于时间过去了许久，钞票早已发霉不能用了。既然老大想出山，没有钱可怎么办呢？于是约翰找到了前女友，抢走了他们娘俩的所有钱。女人一气之下怒喊要告发他们换取赏金，还嘲讽他不像个男人。这下可彻底惹怒了约翰。John, yo te conozco. Quítame esa mierda. 好好活着不好吗？非得找死，搞得大家只好悲剧收场。约翰临走时丢下几张钞票，接着头也不回地返回农场，将所有钞票全部上交给巴勃罗，然后2人连夜离开了农场，只给老爷子留下了一张父子合照以及1沓现金。巴勃罗回到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无线电联系被监禁的妻儿老小，得知他们安然无恙后，巴勃罗心里悬着的石头才总算落地。随后巴勃罗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，每天都和妻子保持通话，活得也算是比较舒心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警方始终都没有放弃追捕巴勃罗。这天终于通过监听无线电找到了巴勃罗藏身的大致区域，警方不敢怠慢，立刻出动大部队将这里团团包围。可奇怪的是，房子里住的竟然不是巴勃罗，显然是情报员的判断出错了。因为附近的河水可以反射信号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巴勃罗一定就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。只要他再次使用无线电，应该就能锁定位置了。而你猜另一边的巴勃罗在干啥？他在房间里闷坏了，竟然不顾手下的劝阻，一个人开车来到了闹市街区，明目张胆地走进商店，只为了吃上一口美味的冰淇淋，而且全程竟然没有人能认出他来。巴勃罗心里得意极了。这时一个警察的打火机掉在了地上，巴勃罗不紧不慢地捡起来，然后礼貌地递给警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从容不迫。其实也难怪了，眼前这个邋里邋遢的大胡子，谁能把他和先前那个风光无限的大毒枭联想到一起啊？接着巴勃罗又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公园里，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享受如此美好的时光。巴勃罗边吃着冰淇淋，边找了个长椅坐了下来。这时一位死去之人坐到了他的身边，来人正是巴勃罗曾经出生入死的表哥，他是来劝巴勃罗投降的，也许自首的话还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，到时候休养生息重组业务，说不定哪天越狱出来，还能将大毒枭的传奇继续下去。当然了，表哥虽然是假的，但这些话却是真的，是此时
此刻巴勃罗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因为他实在是累了，也玩不动了。巴勃罗最后向表哥告别，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同时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他回到住处后，第一时间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妻子。妻子觉得巴勃罗说话的声音变了，变得有底气了许多，也开朗了不少。因为巴勃罗决定找媒体记者谈一谈，公开表明自己绝不投降的态度。但如果巴勃罗不自首的话，他的妻儿老小就不会得到政府的保护。可即使这样，巴勃罗依然坚定不移，他要让后人记住自己，记住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嚣张的大毒枭。巴勃罗到死前都在想着抗争，却浑然不知无线电已经暴露了位置，警方的情报员已经找到了他。小警察仔细观察了眼前的这个大胡子，确定就是巴勃罗本人。很快，警方的大部队再次包围了这里。这次巴勃罗跑不掉了，他甚至没来得及在电话里和妻子深情告别，警方就已经找上了门。巴勃罗和手下一边撤退一边反击，开始了最后的大逃亡。约翰逃跑时不幸腿部中弹，但两个人的战斗力依然不减，前前后后又击毙了3名警察。总算逃到了窗外的屋顶上，却没想到狙击手早已等候多时。巴勃罗落荒而逃，像极了过街的老鼠，但他的好运气已经用完了。巴勃罗中枪后没有倒地不起，而是依然挥舞着手中的枪，直到再次被子弹击中，他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所有警察都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糟老头子竟然就是叱咤哥伦比亚多年的大魔王，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嘛，一个胡子不刮也会长出来的中年油腻大叔。随着一声枪响过后，大毒枭巴勃罗的一生也在1993年12月2日彻底结束了。这天刚好是他44岁生日的第2天。但是巴勃罗时代的落幕，并不意味着独占的结束。第二大贩毒卡利集团异军突起。